Orange 创世纪为您讲解 Enterprise Claw Bench 基准测试。这项研究旨在穿透企业业务黑盒，它基于超过5000条真实企业绘画，最终提炼出852个中心化业务产物任务。所有任务都来自企业真实工作空间，发布时间为2026年6月。该基准测试从静态问答转向了真实业务闭环，它同时追踪交付质量、成本与时间。这为衡量智能体真实能力提供了全新坐标系。传统的文本评测只关注静态问答和单一准确率分数，它完全忽略了执行框架、多模态文件和工具调用轨迹。真实企业工作空间则采用持久化的 Linux 沙盒系统作为环境。智能体需要读取异构文件、调用工具并生成业务交付物，评测指标转为模型与框架匹配度、交付物质量和视觉还原度。同时还要追踪执行时间与成本等实际落地约束。企业需要的不是聪明的聊天机器人，而是独立工作者。这种复杂约束下的交付能力才是数字员工的核心价值。多数基准依赖人工或模拟环境，只输出单一得分。该基准覆盖真实业务来源、多模态技能评测。它在成本与时间追踪上是唯一支持的基准。对比表格显示，它在这4个维度均标注是。该基准包含852个任务、120种产物类型，测试组合共32种，确保评测覆盖广度。这重构整个评测坐标系，聚焦企业真实需求。企业级智能体的真实能力因此变得可量化、可比较。一次完整的企业级智能体交互有3阶段：输入包括长对话、异构文件、隐藏业务意图。执行引擎由大语言模型与代理框架耦合而成。模型作为大脑框架提供工具、接口与执行沙盒。交付阶段要求持久化工作区与格式合规，同时必须控制延迟和成本。在允许范围内，只有输入、执行、交付3端全部闭环，才算完成一次真实有效的数字交付。原始数据来自5291条真实业务绘画，据真实任务拓扑，产品与项目管理占比最高，达 26%， 研发与信息技术占比20%。两者合计接近一半。输入文件中 Markshika 文档占比近30%， DOC 文档占比近20%，图像与 PDF 等异构文件总体占比高达50%。预期交付物以 Markshika 和 TXT 为主，两者合计超70%。超过一半任务属于非研发的通用办公场景。企业级评测必须原生支持异构文件的多模态读取，同时需要生成多格式产物，否则脱离实际。企业级智能体基准测试排行榜揭晓，最高得分仅为 66.3， 所有模型框架组合的平均分停在 48.6， 远未及格。图中罗列了多款主流模型，如 Sonnet、Opus、DeepSeek 等，它们搭配不同框架的结果均未突破70分大关。这表明当前顶级系统的成功率刚过及格线，性能远未饱和，企业级交付仍是复杂深水区。成本与得分并非绝对正相关，高价组合未必高效。框架与模型的匹配度才是影响产出的关键变量。模型与框架的错误搭配会使交付得分断崖式下跌。克劳德模型擅长主动探测与多步脚本执行，但 Hermes 框架会频繁拦截克劳德的主动探测动作，同时触发审批限制，导致任务路由错乱与截断。长周期执行轨迹被强制打断，得分大幅下降。数据显示，得分从 0.62 降至 0.458， 这说明单纯追求高性能大模型并无实际意义。系统落地的成败取决于模型与调度框架的耦合度。智能体交付得分随算力成本增加呈对数级增长，从0到100元区间得分提升最为显著，超过300元以后得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。高价搭配不当在700元成本时得分仅约 0.2， 这表明算力投入存在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。中等成本区间带来最大的业务可用性提升，大幅增加调用成本换来的得分增量微乎其微。系统成功不取决于花多少钱，而在于框架匹配度。不同岗位的能力热力图揭示智能体存在明显偏科现象。产品、项目和研发 IT 两个领域的得分整体较高。HR 行政与高管领域同样表现相对出色，但营销与财务运营领域的得分普遍偏低。红框标注区域证实这些岗位的模型表现不佳。深层诊断指向领域文档理解力的严重不足，模型缺乏公司特有商业语境的精准对齐能力。公网数据的匮乏导致内部结构化数据处理笨拙，
产物类型热力图显示，幻灯片任务得分普遍极低，绝大多数模型在该领域的分数低于 0.5， 模型在文本与代码类任务上表现优势明显。这揭示了从纯文本到复杂排版的能力断层，任务要求生成符合人类审美的业务产物。此时，模型作为驱动器的能力边界瞬间暴露，系统性崩塌出现在幻灯片与财报表格场景，多模态排版与复杂格式约束成为主要瓶颈。语义诊断热力图显示，模型表达质量普遍较高，约 0.7 到 0.8， 但事实溯源准确度在所有模型上均只有 0.56， 这是5个诊断维度中的最低分。失效模式在于智能体擅长把文字说得漂亮，然而在处理多附件真实任务时，长周期执行中容易遗漏关键信息，甚至捏造附件中不存在的数据，这导致交付物看似完美，实则业务根本不可用。因此，事实溯源的丢失成为当前系统落地的核心瓶颈。技能转移飞轮是技能萃取与迁移的循环机制。消费者执行同领域任务，收集轨迹与产物。大模型裁判诊断失败点并给出优化建议。技能导师将经验提炼为结构化技能文件，然后将技能文件注入消费者智能体中。最后，盲测验证挑战新任务测量分数增量，这验证了智能体是否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。技能成为可在任务间复用的企业核心资产。技能增益高低取决于创造者模型的智商。GPT 5.5 作为导师，增益正 0.068， 它创造的技能带来纯正向迁移收益。Haiku 4.5 的提炼增益负 0.094， 部分消费者能力降幅高达 0.323， 创造能力与消费能力并不对等。优秀执行者未必是好的技能提炼者。企业需选顶级模型萃取可复用技能。一项真实案例直接验证了技能迁移的实际效果与价值。注入技能前，该 UI 评测得分仅为 0.756， 黑色背景 UI 的 3D 质感与配饰递进明显不足。技能文件提供了设计系统与一致性等优化指导。注入技能后，评测得分显著提升至 0.844， 颜色更清透，皇冠配饰按等级明显递进，整体质感实现了实质性跨越与显著提升。该案例证明，技能萃取可直接改善业务交付质量。AI 裁判在文本评测中高度对齐人类专家。Spearman 相关系数达到 0.790， 平均绝对误差仅为 0.134， 但视觉路线出现严重背离，相关系数跌至负 0.259， 平均绝对误差升至 0.303。顶级多模态模型在评估 PPT 和布局时极其保守，纯 AI 驱动的自动打分板可能陷入幻觉闭环。当前企业级智能体落地面临4大系统级短板。框架耦合度决定模型与脚手架的匹配程度。当框架阻断模型探测天性时，产出可能直接清零。事实落地丢失只长上下文执行中关键数据蒸发风险。结构化格式盲区让幻灯片等复杂排版全面垮塌。技能提纯需要顶级昂贵算力且无法依赖自进化，这4块短板构成新的木桶理论制约因素。提升系统效能必须补齐所有短板，而非单点优化。研究从系统短板中提炼了3项架构建议。第一条建议：停止单维度的模型迷信，必须把模型与工具沙盒整体联调测算。第二，投资技能导师网络建立资产飞轮，用顶尖模型萃取标准操作下放给低成本模型。第三，引入强制人类卡点防范事实丢失，在资金核算与 PPT 汇报等关键节点保持人机协同。这些建议对应了框架耦合、事实溯源与技能提纯的痛点。企业智能体落地是系统性工程而非单一指标。